从深圳退休了。深圳退休了。实际上我也没有办什么退休手续，当时的时候还没办退休手续，所以我出去了以后，还没拿到退休金，还没办离职。那么现在主要是靠自己国外出去了30多年以后。哦，你到国外去了？对，到美国加州，主要还纽约。那你现在是美国人呢，还是中国人呢？美国人，美籍华人。那你一口上海话老标准了。是啊，我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那出生在上海。那美国生活还是可以的呀。美国生活是可以，但是有了关根啊，像我们这个年纪，也不能依靠子女，也不能和子女在一起生活，因为现在的人都是觉得应该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自己这个上海来生活比较最合适。美国我们也看过，因为在美国的话，如果在进养老院的话，首先吃的不合适，我们的胃是中国胃，你整天吃如果都是吃美国的汉堡包、吃冷菜啊、生菜啊，我们还是不习惯的。我们即使在美国，也是自己去中国的超市或者韩国的超市去买一些东方的食品，自己在家里做的多。那你在美国是从事一个什么行业呢？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在美国，在加州一个做芯片的一个公司，我们在他的这个芯片公司在里边帮他们把英文的网页翻成中国的网页。你现在这个养老金应该是美国发放的了？对对对，现在的养老金是美国发放。做了几十年回来，还是这个老土地好，还是老土地好，然后就是比较适合吃的东西，还有人文的这个人间的大部分关系还都是在中国大陆。那么你有这个念想的时候，到上海进养老院了？对，那你可能也找了好几家吧？主要找了2家，这是第2家。这里一个上海的以前在高中的一个老同学介绍我到这里来看了看，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很不错，因为这是个香港公司办的，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办养老院的一些理念和国内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比较稍微走了前面一点。你看中了这个。你从一个在国外几十年的一个美籍华人的眼光，可能和上海本土的老年的眼光，也许你的要求更高一点。可以这么说，对，所以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养老院的设计各方面都比较满意。这设计看上去蛮清爽些哦。对，这个比较怎么呢？这个颜色比较淡一些，比较柔和一些，那么适合老年人的养老。整个一个环境的设计，我们看了以后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我们后来回到了国外，那是去年的时候，叫我妹妹来这里再来考察看一下，和他们谈了谈。我妹妹帮我们挑了一个最大的一间，朝东朝南106个平方啊。对，106平方，朝东朝南，上海人欢喜，蛮好啊。晓得有，住在养老院里，万一有什么急事，马上就有人来帮了。我今年也已经80虚岁了。侬啊，80虚岁了，80岁应该还是不算大呀。不是，在这里还可以吧，在中间，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想老，我呢主要是有一个坐骨神经痛，手骨等经痛，这个其他毛病没有，三高什么都没有，我们2个人都没有三高的问题，然后到1年前开始发出来了，也就1年，但是觉得很不方便，手骨等走路腰疼，右边臀部，右腿发麻，没有力气，主要是这样。跟侬熟得来，觉着对侬搿有帮助不啦？对这里当然有帮助。第一，我刚才讲的，在国外，我们还在自己买菜做饭。我是
在家里我是主要是主厨，我太太可以帮我洗菜啊什么，但我们得自己去买菜。小孩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买菜，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当然有车子，开了车子出去买菜，回来的要洗菜要做菜，当然比较辛苦。到了这里呢，厨房都给你准备好了，1日3顿饭不用你担心，自己不用做饭，这样就减少了不少的这个劳动。有专门这个给你介绍说适合我身体的，帮我设计了一套这个劳动。专门帮他设计了，设计一套对立运动。搿倒蛮好呀。是。侬如果住了上海这种市区里向，侬还要去跑到医院去了，还要去挂号。对，在上海我们考虑过，上海我们本来在上南也有一个，还有个旧房子。上南路。上南就上南6层。就是世博会对面。我晓得。当时是买给他的，我的丈母娘他们等的。然后他走了以后呢，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出租了。我们当然有这个房子，但是我们考虑过，在中国的话，要去我这里有，中国如果要住在房子里，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第一，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很麻烦，然后第二，你要在家里要自己做饭的话，那非得请人，而现在国内这个情况，我们听到的不少，就请人很麻烦。会有很多其他新的意想不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这样的养老社区和一般的养老院来讲是不能比的。然后养老社区啊，就是像有个家的一样，和一般的养老院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安心的，给他们签了3年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在好像5月份开始，10几万就可以了。对，只要10几万就可以进来，然后当然他的就是保费高了，高了等于高了1倍。本来我们2个人只有6900，他现在2个人像我们这样大的要14000这个样子。谢谢我讲。没啥我耽误侬辰光了。没事，就对刚刚自家的看法。好，没啥。好，祝侬身体健康。谢谢。我当然还没讲到这个事，继续讲下去。到了这里，我们觉得体会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我太太5月27号，我儿子6号晚上走路不当心，那天我记得天很热，33度，很潮湿，地上有点潮，他没注意走到我的前面，滑了一下，一下子摔下去，摔了以后左膝盖跪在地上，人就根本不能动了。然后在旁边的这里有工作人员，正好听到我们在里面讲话，我们在一个小道走到那个，马上有人过来，然后又请了这里的健保医生过来看，一看这个样子没办法动，意识很清楚，但是这个左脚不能动，后来马上叫了120的车，到了那里挂了急诊，医生一看说是左脚的髌骨关节的旁边一个小的一个髌骨断裂，需要开刀住院动手术。后来我们同意在住院。第2天，这里的领导刘总，还有还有这个管家的这个苏主任，买了东西来看我们很感动。就说他能够及时把你们送到医院，对，这个他的优越性就突出来了。对，这个实际上也是可能是当时你选择这个养老社区一个条件，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很感动这个养老社区的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温暖。哎呦，侬。我每次想到这。